大家好，分享投资小知识的 Slow 萝莉来咯，欢迎来到雪萝莉的频道。今天大盘走的还挺不错的，继续保持着牛市行情，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明后2天的回调风险哦。就如视频图中所示，虽然今天跳空高开，而且高开高走，但是在指数触碰到前期高点，就是图中红色区间的头部压力区间的时候，就马上反弹向下了，所以预计会有回调风险。为了保住利润，减少亏损，大家记得设置好止损和止盈哦。下面就来说说今天的主题，迪士尼 DIS。 大家记得订阅以及点击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今天盘后，迪士尼宣布对其流媒体和舆论业务进行战略性重组。该公司表示，正在重组业务，优先考虑流媒体视频业务，创建新的部门为数字和传统平台制作内容。这一转变呼应了其他娱乐巨头的类似举措。在新的架构下，迪士尼正在为其主要电影特许经营、一般娱乐和体育创造内容组，以及一个发行部门。该部门将确定电影或电视节目的最佳平台。迪士尼首席执行官鲍勃·查佩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创作团队将专注于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制造世界级的基于特许经营的内容。而我们新集中的全球分销团队将专注于以最优的方式在所有平台上交付这些内容，并将其货币化。新的联盟推动迪士尼的流媒体平台，包括迪士尼 Plus 和 Hulu， 更加接近公司的中心，包括电影和电视制作厂在内的各个节目部门将把重点放在满足这些流媒体服务上，而不仅仅是电影院和电视网。迪士尼旗下主要的流媒体包括了电视直播的 Hulu、 运动频道的 ESPN Plus 和播放迪士尼旗下系列故事的迪士尼 Plus。 迪士尼旗下的品牌电影是十分受大众欢迎的，除了迪士尼原创的品牌，还有 Pixar、 漫威英雄系列 Marvel、 星战系列 Star Wars 和科普系列国家地理杂志 National Geography。 各个品牌的人物都是大众所熟知的，深入人心，所以迪士尼宣布重组进军流媒体业务，市场反应巨大。也许迪士尼可能从一家传统娱乐公司转变成一家流媒体娱乐公司，从蓝筹股变成了科技股的一员。其实在上一个季度发布财报的时候就已经初露苗头了。迪士尼 Q3 的营收是低于预期，而每股收益 EPS 远超分析师的预期。当季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来自于流媒体业务，其他的业务收入都大幅减少。其中最重要的订阅人数，在3月份 Disney Plus 的订阅人数只有3350万，在6月份 Disney Plus 的订阅人数有5750万，增加了 71.64%。 虽然3月份 Q2 的时候 Disney Plus 每位订阅者的每月消费额是5.6毛3，而到了6月份 Q3 的时候 Disney Plus 每位订阅者的每月消费额只有4.6毛2，下降了 18% 左右。随着总体订阅人数的增加，边际成本将会逐步减少，从中获得的经济效益是逐步增长的。固定成本就在那儿了，多一个人订阅就是多一份收入啦。市场也为 Disney Plus 订阅人数增长这个增长点买单。在 Q3 财报公布后的第一天8月5号，迪士尼开市就跳空高开，然后高开高走，摆脱了底部，上了一个台阶，走出了一波行情。而在9月份，自疫情以来第一部迪士尼电影《花木兰》在 Disney Plus 上面上映。花木兰上映的首个周末，迪士尼 Plus 的下载量增加了 68%， 消费支出飙升了 193%。
联合创始人 Brian Lichtenberger 在推特上表示，花木兰在北美上映快2周时间，大概为迪士尼赚取了6000万到9000万美金收入。按照30美金的订阅价格， Brian 给出了花木兰在美国地区的流媒体收入，2000万用户对应6200万美金，2500万用户对应7700万美金，以及3000万用户对应9300万美金。所以预计11月12日 Q4 财报出来会是一个重磅炸弹。再从技术分析来看，因为消息出来以后，盘后迪士尼的股价上涨了 5.08%， 很大机会明天跳空高开，那么就形成了倒行反转。而且明天20天平均线的抵扣价是 132.2， 如果明天收市的价格高于这个价位，那么20天平均线就会拐头向上。随后几天20天平均线的抵扣价不停下降，只要迪士尼的价格保持在128以上，那么20天平均线就顺势拐头，10天平均线就会上穿20天平均线，形成多头排列，从而趋势改变。在未来突破了自3月份跳空下跌以来的跳空区间，上沿139块，那么将会打开上方的空间，开启新的上升浪。在流媒体这个行业上，除了抢占市场、吸引订阅人数以外，保持客户的粘度也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迪士尼出品的电影都很受欢迎的，这是属于主动消费群的流媒体订阅，因为内容质量好，所以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来订阅观看。然而在保持观众持续订阅上，这个就需要吸引被动消费的人群，也就是这部分人在观看的时候不需要集中精神的观看，例如那些肥皂剧、娱乐节目等等，可以一边做其他事情一边看。就算你没有集中关注剧情，错过了一些内容，这样也不会影响你对同样的画面产生共感而会心一笑。所以要想留得住客户，还需要不断更新内容。希望在出产量方面，对于迪士尼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而来自 Telecoms.com 的研究预测，未来5年在流媒体 D2C 的订阅增长量上，迪士尼 Plus 的订阅量将会排名第1，那么迪士尼的未来还是可期的哦。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视频中的个股选择和分析都是萝莉自己的操作分享，不作为投资建议哦。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只分享自己制造的东西，只做自己明白的交易。大家投资之前都要做好独立分析哦。大家如果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个股，或者有关个股的问题，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区分享哦。如果觉得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就点赞分享一下吧。谢谢大家观看，萝莉也要回去充电了。滴